当我开始静下来看自己的日常，生命才露出真正的样子。这句话在我心里悄悄成型。是在某一天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活得太急，急着完成目标，急着证明自己，急着往前，急着不被落下，急着让每一天都有意义，却忘了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我到底在活什么？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觉得日子只是重复，早上起床，工作，应付问题，处理情绪，结束一天，隔天又是一样。我以为这是生活的本质，以为人生本来就该这样，忙、累、赶、撑、习惯。我没有觉得错，但也没有觉得对。我只是在走一条大家都在走的路，却从来没有停下来，看清楚自己的脚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不需要赶路的午后，突然安静，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呼吸，能听见窗外的风，能听见心里一个很久没被我听见的声音说：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看过你的生活？那一瞬间，我像被轻轻点醒，原来日常不是单调，是我没有用心。原来生活不是空白，是我没有靠近。原来生命不是没有风景，是我走得太快，快到它还来不及向我展示。于是我开始练习静下来，不是度假式的逃离，不是仪式感的排程，而是很真实的放慢。我开始刻意观察，早晨醒来时，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是焦虑，还是期待？我开始感受吃饭的时候，食物真正的味道，而不是边滑手机边吞下去。我开始倾听每一次心里隐约的不舒服，他想告诉我什么？不是压下，也不是忽略。我开始注意自己在和人说话时，是不是急着回应？是不是忘了真正听见对方？我开始看见那些我以为理所当然的小事，其实一直在告诉我，我正在用什么方式活着。而就在我这样一点一点的把注意力收回生活里，生命开始露出真正的样子。我才发现，那些被我忽略的小细节，其实正在塑造我的人生。我每天重复的念头，决定了我走进什么能量；我处理情绪的方式，决定了我会吸引什么人；我对自己的语气，决定了我能不能温柔地前进；我在疲惫时的反应，决定了我的界限在哪里；我如何对待日常，决定了生活如何对待我。我也慢慢察觉，原来生命并不是在重大事件里才推动，而是在每天最平凡的瞬间里，悄悄累积，悄悄修正，悄悄让你靠近真正的自己。当我静下来，我看到自己的惯性，看到自己的恐惧，看到自己的匮乏，看到自己的期待，看到自己长期忽略的疲倦，也看到自己其实很努力，却从未为自己承认过。静下来，让我第一次真正遇见自己。而更奇妙的是，当我越能活在日常的细微里，越能看见生命的流动，我突然发现，生活并没有那么重，只是我习惯用沉重的方式看它。世界没有那么冷，
只是我长期用疲惫的眼睛读它。命运没有那么不公平，只是我一直在与不存在的敌人对抗。当我静下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幸福不是要追，是要看。要看自己此刻拥有的，看那些被忽略的好，看那些仍然在发光的人，看那些生命替我保留的位置，看那些我以为微不足道，其实正在支撑我活下去的瞬间。生命真正的样子，不是巨大的，是温柔的；不是喧哗的，是细微的；不是远方的，就在每天的日常里。当我开始静下来看自己的日常，我看到的是自己的缺口，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渴望，自己的力量，自己的成长，自己的方向。我看到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的自己。而当自己变得清晰，生活也会变得清晰，命运也会变得顺畅，道路也会变得明亮。因为生命一直都在，只是我终于愿意停下来，看见它了。你越能观察自己的反应，就越能理解自己的渴望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有重量，是在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以为的情绪，其实常常是渴望的影子，只是我以前看不懂，也不敢靠近。我们总是很快看见自己的反应，但很少有人愿意慢慢看见反应后面的自己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自己的反应只是性格的一部分，例如敏感、心软、不耐烦、容易焦虑，或者是偶尔的爆发、沉默、退缩、逃避。我以为那是我控制不了的东西，是一种我本来就这样的既定模式。然而有一天，我在一次愤怒的莫名其妙的时刻，停下来问自己，我到底在气什么？答案却不是事件，而是原来我感觉自己不被重视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明白，情绪并不是问题，它只是通知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学会观察自己每一次的反应，不批判，不压抑，只是看那个反应想告诉我什么。当我感到焦虑，我问自己，你是不是渴望更多的安全？当我突然失落，我问自己，你是不是渴望被看见？当我在某件小事上大哭，我问自己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被好好拥抱？当我对某些人特别用力，我问自己，你是不是渴望被认同？当我总是想逃离一段关系，我问自己，你是不是渴望更自由、更真实的靠近？当我不愿意放手某个选择，我问自己，你是不是害怕失去一种你以为安全的东西？每一次反应，其实都是自己内在的线索，像是一个小小的灯，指向一个你还没看清的渴望。而当我越愿意停下来听，我越发现，反应永远不是无理由的，它们都深深连着一个需要，一个愿望，一个曾经受伤的地方，或者一个还没被照亮的梦。观察自己的反应，让我看到一个比我想象中更真实的自己。例如，我以为我很独立，但反应告诉我，我其实也渴望依靠。
我以为我不在乎结果，但反应告诉我，我其实很想被肯定。我以为我可以承受很多，但反应告诉我，我其实也想有人理解我的重。我以为我追求自由，但反应告诉我，我其实是想在爱里依然做自己。那些我一直压住的渴望，就在反应里一点一滴浮现。而当我越能理解自己的渴望，生活也开始变得更清晰，选择变得更安全，关系变得更真实，界限变得更自然。我不再乱试，不再乱爱，不再乱抓，不再让自己陷在不适合的循环里。因为我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自己不要什么，知道什么能滋养我，也知道什么会让我枯萎。理解自己的渴望，让我第一次真正有能力替自己的心做决定。更奇妙的是，当我对自己的渴望越诚实，宇宙就越容易替我安排。因为宇宙最怕的，不是你的愿望太大，而是你自己不清楚你到底在呼唤什么。反应会带你找到答案，渴望会带你找到方向。当你越能观察自己的反应，就越能理解你的灵魂正在渴望什么样的生活，什么样的爱，什么样的未来，什么样的自己。而当你真正理解，并愿意承认，愿意靠近，愿意对齐，宇宙便会开始把那些与你一致的事物慢慢推到你面前。因为你越了解自己，世界就越了解如何回应你。当我愿意停下来听心的声音，我才发现答案一直在那里。这句话真正被我明白，不是在我追寻、分析、比较、推理的那些时刻，而是在我精疲力尽，再也逼不出更多想法的那一晚，我才看见，原来我不是没有答案，而是我给了世界太多声音，却忘了给自己的心一个位置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答案在外面，在别人的建议里，在社会的标准里，在成功的公式里，在能被预测、能被证明、能被看见的地方。所以我不停寻找，不停学习，不停自我怀疑，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线索。但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心里有一部分正在远离，像是一扇被我忘记关注的门。越积越多的风，把我吹向更混乱的方向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再也抓不住任何思绪，只能坐下来，深深的，什么都不想。就在那样的安静里，我突然听见一个非常微弱，却非常熟悉的声音。它不是鼓噪，不是命令，也不是推动，那是一种只有在我不再逃避时才能听见的柔软。他说，其实你一直知道。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停住了，因为我忽然明白，我以为找不到答案，并不是因为答案不存在，而是我让世界的噪音盖过了心的声音。心从来不吵，它从不争夺注意力，它不会用强烈的情绪拉住你，它只是静静的，一直在那里，等你愿意靠近。当我开始练习真正的听自己的心，不是解读，不是想象，
不是脑袋的分析，而是放下外界，让内在浮上来。我才发现，心比我更清楚，心知道我对什么会亮，知道我在哪里会枯萎，知道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，知道哪一条路虽然远，却是唯一让我自在的方向。它用反应提醒我，用不安提醒我，用喜悦提醒我，用抗拒提醒我，用静默提醒我。但我以前都太急，太想成为某个版本的自己，太害怕听见与世俗期待不同的声音。直到我愿意停下，愿意安静，愿意把注意力从外界拉回内在，答案才露出它真正的样子。那不是一个句子，不是一个明确的解法，而是一种感觉，一种心底的对，一种灵魂的终于，一种呼吸放松的是这里。从那以后，我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迷路，不是因为外界变简单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答案不会在外面先出现，答案 always 在心里。等我准备好听，我也更懂得，当我越焦虑越追，答案越会缩得更深；当我越害怕越抓，方向越会变得模糊。但当我愿意静下来，愿意相信内在也有智慧，愿意承认自己其实比想象中更清楚，答案就会像河流遇到出口一样，自然浮现。后来我终于明白，所谓答案一直在那里，不是一种诗意的慰藉，而是一种真实的力量。因为心知道你来自哪里，也知道你要往哪里走。你只需要停下，你只需要听，你只需要承认，你比任何人都更知道。当我愿意停下来听心的声音，我才发现答案一直在那里，一直亮着，一直等着，等我愿意回到自己。你越能理解自己的情绪，越能掌控自己的能量。这句话真正被我听进去，不是在我情绪稳定、心境平和的日子里，而是在我被一个又一个情绪推着走，像被潮水拉着沉下去，再浮上来的那段混乱里，我才慢慢明白，原来情绪不是敌人，是导航。我曾经以为情绪是要被压住的，越少波动越成熟，越能控制越成功，越不动声色越强大。所以我把心里的东西一层又一层往下塞，觉得那些不该有的反应会妨碍我前进。但奇妙的是，我越是压抑，情绪越是从别的地方渗出来。我变得容易累，容易生气，容易焦虑，甚至一些很小的事情都能让我整个人崩塌。那时我才开始看见，原来情绪不是不见了，是被我忽略到，开始失控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莫名的低潮里，突然没有力气再压住什么，我只是静静坐着，任由所有感觉往上涌，没有抗拒，没有否定，没有逃。就在那个我什么都不做的瞬间，我第一次真正听见情绪的声音。他们告诉我，愤怒的不是事件，是不被尊重的自己；焦虑的不是未来，是害怕自己不够的心；悲伤的不是结果，是我累积很久的失望。
倦怠的不是生活，是我从未休息的灵魂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情绪不是麻烦，情绪是讯号，是灵魂的语言，是心对自己诚实的方式。当我越能理解自己的情绪，我就越能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。我开始练习，在所有反应背后，问一句：你想告诉我什么？焦虑告诉我，我需要安全感，不是更多努力。悲伤告诉我，我需要被看见，不是装作没事。生气告诉我，界限被踩到了，不是我要更懂事。疲惫告诉我，我需要停下，不是逼自己再撑一下。当我越能听懂这些讯号，我的能量就越不容易散掉，因为我不再与情绪对抗，而是与自己同行。我不再强迫自己压抑，也不再让情绪任意牵动。我学会在情绪来的时候，不急着反应，而是先理解。理解让我不再害怕感觉，理解让我开始掌控能量，而不是被能量推着走。渐渐的，我发现自己变得不同。事情还是会发生，但我不会再被瞬间拉进低谷。压力还是会来，但我知道该怎么安抚自己。情绪还是会波动，但我能在波动里站稳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下就被卷走。我开始拥有一种从内心生长出来的力量，不是武装，不是假装平静，而是一种我真的能掌控自己能量的稳定。理解情绪，让我重新拿回人生的方向盘。因为情绪越透明，能量越清晰，能量越清晰，现实越顺畅。我才终于懂得，真正的强大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知道情绪来自哪里，知道该往哪里带自己，知道如何让能量维持在一个能让自己前进的位置。当你越能理解自己的情绪，你就越能掌控你的行为，你的节奏，你的选择，你的人生，你的人生磁场。你不再被情绪拖着，而是让情绪成为你能量的指南针。而从那一刻起，世界也真的开始对你变得温柔。当我不再忽略自己的感受，生活也不再忽略我的愿望。这句话真正被我理解，是在我一次次勉强自己，压下情绪，假装坚强的日子里，突然发现，我并不是被生活刁难，而是我总是习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选择顺从，而不是诚实。我选择忍耐，而不是理解。我选择让别人舒服，而不是让自己安稳。我选择让事情过去，而不是让自己被看见。我以为这样能让生活简单，让关系平稳，让世界喜欢我。但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每一次我忽略自己的感受，生活也会忽略我的愿望。因为我给宇宙的讯号是，我的感受不重要，我的需求可以被延后，我没有值得被好好对待，我能承受更多，不需要被照顾。宇宙不会反对你，它只会配合你。你怎么对待自己，生活就怎么对待你。
直到某一天，我在一次莫名的大哭里，突然明白，我哭的不是那件事情，而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自己说话。我的感受被我自己压到太深，深到生活也以为我不需要被回应，深到愿望也以为我不是真的渴望，深到连命运都不知道我想去哪里。那一刻，我才终于停下来，第一次问自己，我现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？不是别人期待我怎么想，不是社会希望我怎么做，不是我习惯用来隐藏的答案，而是我心底最真实的动作。我开始看见，原来那些我以为的无所谓，其实是失望；那些表面上的没关系，其实是需要；那些我嘴上说的没差，其实是被忽略太多次后的麻木；那些我一直压住的淡淡不快，其实是灵魂在提醒我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当我开始不再忽略自己的感受，生活真的开始改变。我发现，一些长期让我心累的关系，自然的远离；一些让我消耗的角色，我终于敢放下；一些一直找不到出口的困境，开始慢慢解开；一些我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机会，悄悄靠近。不是因为外界突然变好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自己放在生命的最后一顺位。当我愿意承认自己的感受，生活也愿意承认我的愿望。当我愿意站在自己这边，宇宙也愿意站在我这边。当我愿意诚实面对心底的痛与需要，宇宙也终于知道该把我推向哪里。因为感受就是愿望的语言，你越能看见自己的感受，你越能看清自己的方向，我越能理解，原来愿望不会在你忽略自己的时候实现，它会在你愿意听自己的时候出现。愿望需要一个容器，而那个容器就是你愿意对自己诚实。当我不再忽略自己的感受，我开始做出更贴近心的选择，我开始走上真正属于我的道路，我开始放下那些不再适合的框架，我开始吸引那些能回应我的人与事，生活也终于愿意回应我的愿望，因为我以真诚换回了对齐，我以感受换回了方向，我以自我照顾换回了宇宙的照顾。当我不再忽略自己的感受，生活就不再忽略我的愿望，因为我终于告诉世界，我准备好了。你越能觉察当下，越能与生活保持深刻的连结。这句话真正落进我心里，是在我发现自己明明每天都在奔跑，在努力，在向前，却始终觉得生命像隔着一层玻璃，看得见，摸不到，经历着，却不真正参与的那段时期。那时候的我，活得很快，快到心跟不上脚步，快到情绪来不及被理解，快到所有事情都只剩下一步是什么，快到我忘了，生活不只是目标，生活是正在发生的每一秒。我常常突然意识到，我一天做了很多事，却没有真正在任何一个时刻里。我吃饭的时候想着工作，工作时想着未来，与人对话时担心自己表现得怎么样，休息时又在为明天焦虑。
我以为我很努力的活着，但其实我只是很努力的往前逃，逃离当下，逃离感受，逃离那个我不愿意面对的自己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在非常疲惫的午后，突然停下，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。阳光洒在桌面，窗外的风轻轻吹动，我听见自己的呼吸，那是一种久违的存在感，像是我终于回到了自己身上。就在那个微小的时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觉察当下是让生命重新被我触碰的开始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在每一个当下里慢慢温柔地回来。我吃饭时不再滑手机，而是感受食物的味道。我散步时不再急着走到终点，而是真的去看天空、树影、风的方向。我与人相处时，不再想着自己该回什么，而是听见对方的语气里藏着什么情绪。我在难过的时候，不再急着转移注意力，而是问自己，这份痛告诉我什么？我在快乐的时候，不再嫌它短暂，而是让喜悦完整地停留在胸口。慢慢的，我发现生活变得不同了。那些原本觉得平凡的瞬间，开始变得有温度；那些原本觉得枯燥的日子，开始长出细小的美好；那些原本让我焦虑的事情，开始变得有节奏；那些原本让我不确定的方向，开始变得清晰。因为当我觉察当下，我的心不再落后于正在发生的生活，我开始能真正听见自己的反应，知道什么让我亮，什么让我累，什么让我靠近自己，什么让我远离自己。我开始知道，什么选择是真的适合，什么只是习惯的逃避。觉察，让生活变得有触感。我不再只是经过我的人生，我开始活在我的人生里。而更奇妙的是，当我越能觉察当下，越能感受到生命对我的回应。我发现，生活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沉，只是我以前走得太匆忙，才错过了它的温柔。我也发现，答案其实一直藏在每一个当下，只是我以前太急着往前，忘了在当下停一下，让生活告诉我下一步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与生活的深刻连结，不是靠大事件，不是靠重大突破，而是透过一次次回到此时此刻的呼吸，觉察当下，让我不再与生活错身而过，也让生活终于能靠近我。因为当我真正存在于当下，宇宙才知道怎么带领我走向未来。你越能觉察当下，越能理解自己的节奏，越能感受到生命的流动，越能看见细微的光，越能接住生活真正要给你的指引。而那时，你会发现，生活一直想靠近你，只是等你慢慢回来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